大家好，我是小强，今天带大家走进北京城最具有韵味的地方之一——东四胡同群。曾有人说，只有东四胡同才能代表北京城。东四胡同有什么特点，以至于获得如此高的评价？在这段视频里，我将带你穿行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，我们会一起看一看保存完整的四合院，聊一聊旧时胡同里的生活细节，也会走进那些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的胡同角落。你会发现，老北京的记忆不只在博物馆里，也在这一砖一瓦、一人一言中延续着。在东四头条胡同的尽头，门牌号为19号，就可以看到侯宝林故居了。东四头条这条胡同非常短，从西往东走，到胡同尽头也就不到数百米。全段虽短，名气却很大。清代乾隆时，东四二条21号曾是福康安的府邸。这个福康安是乾隆帝宠臣，曾担任云贵、四川、闽浙两广总督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。听说他就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中饰演尔康的原型。东四二条5号院，原松云府旧址到了，也就是清代著名的封疆大吏松云的府邸。据说徐志摩、张学良也住在这里。从东四3条开始，这片就被列入了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胡同区域，是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，也是最有胡同味的地方之一。东四3条胡同东西贯通，中间与多条南北向的巷子连接，比如月牙胡同、流水巷胡同等，形成了典型的鱼骨式胡同肌理，展现了老北京城市的脉络。曾经在这里住的都是显赫家族。清代时期那会儿，胡同路北从东到西分别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三子爱新觉罗阿拜家、外蒙古王车林巴部君王府、主管皇家粮仓的韩信家族和赫舍里氏家。车郡王府又称车王府，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3条35号。这就算是清代蒙古王府的建筑密码了。东四4条的胡同内同样保存有多处格局完整、建筑精美的四合院，其中不少是明清时期留下的老宅。与丹锣鼓巷等完全商业化的胡同不同，东四4条仍然保持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东四4条77号就是东四胡同博物馆，这是一个保存完好的3进4合院，于2018年10月18日正式开馆。这里可以免费进入，据传曾为清代某皇亲的宅邸。推开大门，迎面就是一面影壁，雕刻着5只蝙蝠围绕一个福字，以为五福吉祥。左转穿过月亮门，就进入第一进院落。第一进院落又称是外院，是过去供用人及外人居住和使用的地方。据介绍，东四胡同博物馆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，共有28间。这里说的28间，并不是28间房，而是由屋内柱与柱之间的距离为计量单位形成的一间的叫法。穿过垂花门，就进入第2进院落。红色的回廊旁栽种着茂盛的石榴树，树下几尾金鱼在水中游弋，让人想起老北京小院和谐别致的夏季景象。第2进院落过去是一家之主或家族中年龄辈分最长的人居住的地方。如今第2进院落的正房两侧的厢房都被布置为展示了。东四胡同博物馆第3进院落，也就是后院的正房和厢房，一般是家族中女眷居住的地方，现在用作多功能厅。展陈空间星罗棋布地分布各个房间，全方位展现老北京的情怀。历史文化、实物展区及老物件的形式，展示了东四片区悠久的历史文化，真实地再现了老北京生活姿态。东四4条86号恒昌瑞记旧址，它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洋楼，在民国时期是一家名为恒昌瑞记的百货店，是民国时期商业和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。东四5条和其他东四不同，它不是一条直道，中间拐了几次弯。这个胡同里最著名的历史遗迹就是3号院，清代大臣玉谦的宅院。玉谦，蒙古族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，曾任江苏巡抚、两江总督，后在浙江镇海抗英战斗中誓死抵抗，最终投水自尽，殉国而死。他的故居是一座有多重进落的大型4合院，虽然后期已成为大杂院，但依然能从其宏大的规模和残存的建筑细节想见当年的气派。东四5条幼儿园，瞧着多气派呀！与一街之隔更有名气的东四4条相比，5条的游客更少，更适合静心漫步和拍照。您可以放慢脚步，仔细观察两侧院落的细节，感受时光在这里流淌的缓慢节奏。进入玉芳胡同，一直往北走，绕过几个弯就能抵达东四6条。这个玉芳胡同没有其他的功能性建筑，全部以居住为主，它的核心功能就是居住，因此充满了浓郁而真实的生活气息。
与4条的生活气息、5条的宁静相比，6条的整体气质更偏向厚重和历史感。行走其间，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寻常胡同的官邸气派和威严。我们来到了东四6条，为东四6条63号、65号的崇礼故居是目前北京最具有代表性的4合院之一，也是唯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私人住宅。东四6条甲44号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故居就在这里了。崇礼是清光绪年间的大学士，其宅邸建于光绪年间，整院约1万平方米，号称东城之冠。月光胡同这个名字听起来极具诗意和浪漫色彩。至于为什么叫月光胡同，传闻古时候这里曾供奉月光娘娘的庙宇娘娘庙胡同，一些结了婚想要娃娃的夫妻在这烧炷香就能领验，后来就改了名字叫做月光胡同。东四7条胡同，胡同里曾居住过不少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。这一座宅院就是东四7条临近西口的79号院阎锡山公馆。作为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京的寓所，这里曾经是军政要员、社会名流汇聚的场所。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，原北平市长何思源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，在自己家中遭特务炸弹袭击后，秘密入住了阎锡山公馆，并由此成功出城，完成谈判使命。这个公馆因此成为北平免于战火、完整保存的历史关键见证地。操你大爷！上手里抢了，你不愿上手里抢吗？您可以看到老街坊在门前闲谈下棋，听到院内传来生活声响，感受到最真实、最鲜活的胡同生活场景。东四8条，作为保护区北端的胡同，东四8条的游客踪迹罕至，更像一个本地人的世界。这里是观察北京胡同原生生活状态的绝佳窗口。61号院，这里曾经是曹锟的居所，门口的2块上马石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忍不住进去看一眼，应该没事吧？曹锟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统，他的故居如今已被列为东城区的普查登记文物。东四8条71号叶圣涛故居，这是东四8条最著名的文化地标。叶圣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。他从1960年代直至1988年逝世，一直居住于此。这是一座标准的3进4合院，叶老在此创作、会客，度过了晚年时光。吃一碗麻酱凉面，补充一下体力。东四9条，东四9条紧邻着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区
东四3条至8条的北侧，但其本身并不属于该保护区范围。由于朝内大街的穿行，使9条成为了连接东四和朝外的重要通道。车流人流较多，生活氛围更接近现代城市街区。胡同内既有传统的平房院落，也有不少建于上世纪后半叶的居住楼，是北京胡同在城市化进程中演变的一个典型样本。东四10条，前面逛的东四头条到东四9条是东西走向的胡同，而东四10条指的是东四北大街、东四南大街、朝阳门内大街、张自忠路这4条主干道交汇的十字路口及其周边区域。东四10条周边环绕着许多重要的文化和商业地标。十字路口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公园。东四11，东四11条并不是一条像东四4条那样历史悠久的传统胡同，在官方认定的北京胡同名录中，并没有东四11条这个地名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胡同，它是一个典型的地名残留和民间俗称。历史上，在东四9条更北的位置，可能确实存在过一些狭窄的通道，被民间按顺序称为10条、11条。好了，我们到达了东四12条，和东四11条一样，东四12条也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胡同。它是北京城市发展和地名演化中的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案例。它的现状要比11条更加的现代化，道路两侧主要是20世纪中后期建造的居民楼、单位大院和少量临街商铺，几乎看不到传统的四合院建筑。整体风貌与北京内城成千上万的普通居民小区街道无异。东四13条是一条内敛而富有深度的胡同，它没有顶级的官邸，也少有网红店铺，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保存完好的民居风貌，使其成为深度胡同探索者的宝藏之地。东四13条81号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，清代乾隆年间内阁学士、军机大臣汪尤敦的故居。汪尤敦是乾隆皇帝的核心幕僚之一，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文学家，在清代政治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在北京民间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故事，叫汪尤敦听坟。故事说，汪尤敦能听懂鬼魂的语言，并通过这种能力破获了一桩奇案。这个传说被收录在了《聊斋志异》的仿作《子不语》中。虽然纯属虚构，但使得汪尤敦在民间文学中有很高的知名度，为其形象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。东四14条，东四14条这边的看点非常的多元，既有值得探寻的历史遗迹，也有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兴业态。在位于东四14条北侧的北沟沿胡同52号，梁启超书斋就在此处。
这里并非是梁启超在京的主要住宅，而是他的父亲的居所。梁启超本人也常在此居住和会客。好了，今天的东四胡同漫游就到这里了。在北京，除了故宫和长城，不妨也来这些胡同里走一走。你会发现，最美的风景往往就藏在这些拐角的光影里和寻常的烟火气中。记得关注我，下次带你解锁更多城市宝藏。拜拜。